调随取啊，那时候只是一个检索的功能，检索我们原来就是说我们其他的专家是怎么做的啊。所以呢，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哎，专家系统不错，很好，这一下子又进行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峰。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专家系统出现高峰以后呢，到90年又开始陷入了低谷啊。那因为我们的专家系统也好，我们数据库也好啊，这些的话还是基于我们串行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和它的一个计算的一个过程。但其实呢，这得益于其实有很多就玩游戏的哈啊，他们在大游戏这个游戏的场景中非常实时的一个大型的这个图形的这样的一个交互啊，那他们这里的话都是用的一个显卡的一个并行计算的一个线程啊。那其实我们要做，因为我们一直在研究，刚才也画了这个图，人的神经网络，它像网络一样，它绝对不能是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串行的线性的这样的一个串行计算，所以我们更多的要把这个算法放在这个并行计算的这个 GPU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架构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当我们的硬件的具备了条件下，我们就开始进入了新的一个高峰，因为我们有了这个 GPU 的运算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支撑，让我们的神经网络的这个发展开始大放异彩啊。这是它的一个三起两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呢，我们说所有的这个神经网络的计算，人工智能是离不开这种大量的数据啊。那我们有了这么多的数据，不断的给它神经网络灌知识啊，所以呢，它开始我们这个神经网络越学越快，越学越聪明。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说刚才这个三起两落的阶段，也是我们这个研究的几个分期啊。刚才讲到了。我们开始一直是研究人类的推理啊，将推理逻辑能力赋予给计算机，所以我们把这段时间叫做推理期。那后来呢，我们说不光是推理的话，我们要记录我们相应的一个知识，要总结人类的知识传授给计算机啊，这是它的一个研究的一个高峰期。那这个知识期呢，我们发现啊，我们有了知识也远远不够。我们要让机器呢不断的从数据中来学习算法啊。我们原来都是研究我们的这个特征啊，都是我们找算子、特征算子。那么是不是可以让机器从大量的数据中，它自己学习到相应的特征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进入了机器学习啊。计算机从数据中来学习算法啊。那么机器学习通过我们 ImageNet 这样的大量的一个数据集的一个训练，我们发现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啊。一下子，我们计算机的这个识别率远远就是不是远远，当时哈突然超过了人类。那么后来的话，我们就跟着比赛，起码在图像识别的话，我们就不再这个比了，因为计算机已经超过我们了。好，那我们把这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在这里把它总结为叫分析智能啊。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原来说的这个符号感知。认知这个过程，其实它是总结把这一块我给打包成叫分析智能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从数据中来学习规律。那么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实现的经过了这样的4个阶段啊，一个初期的阶段，知识时代、特征时代和我们数据时代啊，这是它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这个进阶的可以看到啊，从知识到特征到数据，我们的人类的参与越来越低。我们人类是如何能让机器来进行定义问题啊？我们说人工智能就是它的一个定义加算法。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描述问题，那算法呢，就是将我们的智能问题转化成计算的问题啊。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位男生就是要不穿黑衣服的男生嘛啊，这个能够判别出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句子？机器学习，机器应用。对，那我们机器是如何完成从拼音到汉字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如何让查表计算机查表也是用0和1和代码查表0和1的代码啊。所以我们说呢，其实计算机它也在学习啊。那
那我们机器学习、机器翻译，其实你这样的一个拼音对应了这么多的汉字，对吧？这个七对应了这么多的汉字，那我们在这么多的汉字中，如何能够找到这个机器学习、机器应用这样的一个句子？查表就是查表。有些查表，对。那我们查表的话，我们肯定把句子先拆分成词，对吧？那每个词组的组合变成一个句子，那我们如何能够把它俩做成一个词组？这就是一个定义，这个教计算机来定义问题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我们把这个机器学习、机器翻译说人类是最聪明的，一眼就看到了，根本就不用算啊。我们没有人会算，我们直接就看出来了这个机器学习、机器翻译、机器应用。那么我们这就是说，它是一个优化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优化呢？我们说汉语有400个音符，每个常用的汉字它有4000个，基本上平均一个音对应10个汉字。那这样的话，找它便秘搜索是很慢的过程，对吧？那么我们如何从这么多的句子中能够快速的找到一个正确的一个句子啊？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是优化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是把它刚才这样一个组合转化成一个概率的问题啊。我们机和气它俩的一个概率最大的，对吧？我们在找它们概率最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乘积，就相当于我们词组它之间的一个概率的一个乘积。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数学的一个表达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数学的表达，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我们找概率最大的这样一个值，就对应出来了机器学习、机器翻译这样的一个句子，对吧？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最大化的值，用我们数学的方法肯定是因为它都是概率，肯定都是一个小于1的数啊，所以我们把它叫取个 log， 再求最小化就变成一个负得正这样的一个可以求的、很方便求的这样的一个数学的一个表达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机器学习就拼音到汉字的问题转化成一个概率的问题，解决平滑啊，那我们可以最后转化成就像一个最小路径的问题，对吧？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句子变成一个我们找从这个起点到终点的一个最小路径。因为刚才我们说概率啊，概率最大取 log 变成我们最快能够达到它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它的一个这个最小值啊。好，那我们说这个就是问题的一个定义。那深蓝呢，是我们知道在97年战胜了人类卡斯帕罗夫啊。当时的话，他是我相信可能在座的也都知道，觉得很不可思议啊。那我们说这个机器人已经战胜了人类在象棋上，在国际象棋上，那他用的有的同学肯定会说，那也很好解决呀，就是一个搜索问题，对不对？也是一个搜索问题，不对，那我知道咱们肯定很多有下棋的高手啊。那我们下象棋的话，它其实有一个棋局啊。那我们很多是天天看这个棋谱，天天看棋局，我们会有相应的一个它这个局势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如果是把这样的一个国际象棋平均走50步总状态约10的161次，那这样的话也是光年的级别。所以呢，我们说不能让机器来把这个所有的棋局的这个都灌了大脑来，让它在穷举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不可能穷举。所以呢，我们就用到了数学这个极大极小值这样的一个模型。比如说我走一步，你一定会走让我下一步得分最小的，对吧？你走一步的话，我肯定会走让我最有利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其实这个有利为利，我就把它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字的问题，就是得分的一个问题啊。那我就相当于我们俩在博弈的过程，我一定朝着让你得分最小的这个方式走，那你一定要朝着让我得分最小的方式。那我们就是你一步我一步，你一步我一步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叫。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减掉某一些不重要的一个棋局啊，叫阿尔法贝塔减支啊，得到了我们相应的让机器能够在深蓝里战胜了人类。我不要这样讲，比较简单吧啊，就是相当于介绍一下。那我们深蓝何以取胜？就刚才介绍了，我们通过它这个阿尔法贝塔减支，通过了你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棋局，叫专家的知识。
让我们这个整个的它的一个在计算机里的运算能够像专家、像大师一样的能够比我们更加的运算的判断的准确，让我们的判断的更加的精准。所以呢，我们说深蓝在97年以后，人类跟机器也不比了，因为人类已经打不过这个机器了因为它的运算非常快这个计算机的运算能力超过人类，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说深蓝可以取胜是依赖于国际大师的不停的给它灌输什么样的是优胜的棋局这样的一个知识叫专家的领域知识，加上我们相应的一个算法来进行它的一个深蓝人机大战那我们刚才看到了深蓝战是97年战胜了卡斯帕罗夫，那16年又出现了一件新的一个让人比较所以沮丧的一个事情吧那我们说在围棋上那个我们的计算机打败了柯洁和李世石那其实呢，大家也看到，我们97年计算机就战胜了人类在国际象棋上，那为什么走过了20年，在围棋上它才能够战胜人类？更复杂更大，棋盘更大，棋盘更大是还有什么？因为在国际象棋中，可能在座很多高手你们很多在看棋，马上你告诉这步怎么走，那步怎么走，都觉得自己是大师，因为你们脑子里有很多人家圣级的这样的一个棋谱的这样的一个知识。那我们在围棋中的话，没有，对，围棋的话，它很多这个棋就是黑的白的你走一步我走一步，它没有一个哪步棋就一定胜这样的一个专家知识来告诉计算机那这样的话，这个计算机相当于也就是一个它不断一个试错学习的过程所以刚才那个深蓝战胜卡斯帕罗夫，它是通过推理，对吧？能够说这种符号推理演绎简直那这个我们说在这个围棋过程中，它是通过不断的下棋，不断的这个一棋一棋的下了20年有了很多的经验以后，超过了人类那这个 AlphaGo 这个团队的话，它没有一个特别大、特别高的高手，它是当时有一个只是一个2段的只是一个2段的一个围棋的选手来一起跟他们来研究和开发所以呢，这里的话，我们说它就是通过了我们的强化学习相应的，当然呢，我们说有新的叫蒙特卡洛斯搜索那么围棋因为它状态复杂非常的这个困难进行它的一个局面的评估它的框架是通过这个蒙特卡洛斯搜索找一个这是一个选择推演仿真不行的话我给它一个函数惩罚再继续回馈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反向再传播重新再来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一个试错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用到了一个像我们这个多臂老虎机它做一些这个概率论里头学到的一些模型所以呢，我们说这个 AlphaGo 的话，它是通过策略网络以及值函数的它这个估值网络，在不断的通过你一个策略走下去，我给你评估到底能得多少分，再一个策略走下去，我给你评估得多少分，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一个试错的过程，来让我们的这个围棋在这个机器中的这个围棋的这个算法更加的聪明。好，那我们说 AlphaGo 可以取胜，就是人类数据就大量的人类的数据，加上蒙特卡洛斯搜索，再加上深度学习，它不需要围棋大师的一个直接参与。像深蓝的话，它是需要我们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象棋大师在给它指导不断的指导。那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定义加求解让我们的计算机在每一个叫我们给它的任务中能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对吧？我们给它的任务，一个是下国际象棋第二是下围棋给它任务的话，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问题转化成数字空间
在数字空间中寻求相应的一个算法来进行解决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在数据叫 data mining 这个时代啊。那后来呢，我们说从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并行计算，我们的神经网络的一个它的一个向人类不断的思考的过程的模拟成为了可能啊。那么我们说神经网络它是一个多元多层的这个神经网络的一个系统，它起源于40年代，但那时候发展很慢啊，因为我们的硬件跟不上啊。有了 GPU 的这样的一个出现的一个发展，让我们的 GPU 能够支撑起我们这样的一个并行运算、并行计算啊。那我们在80年代掀起了高潮。这是它的原理啊。我们通过给出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输入啊，那每一个输入的话，它都有相应的在这个网络中的一个权重啊。那根据这个权重，我们不断的给它打分啊，进行它的一个那这是网络的一个激活函数啊。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神经网络，我们实现了让计算机看到了很多的图片以后，慢慢的它看到了这张图片，它就能给你指出来。这个是多少的概率是猫啊？那我们肯定找最大的啊，比如说98%概率是猫啊。那这张图片呢，它给你运算啊，这里它得出来96%的概率是狗啊。那我们就完全把这样的一个识别的过程交给了这个网络来进行识别。以前的话，我们图像识别的话，就是在 data mining 时代，我们会找啊，那你这个猫的特征是什么呀？我们会学习猫这个眼睛啊、鼻子啊、它的耳朵是什么样的，就找出这样的特征，告诉计算机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样的一个图片和这样的一个物体是猫。那后来的话，在这个神经网络时代，它就通过大量的数据自己去学习，具有什么样的特征的是猫，具有什么样的特征的是小狗啊。所以呢，我们说这样的话，就是它越来越不依赖于我们人类的专家知识啊。所以我们说它在不断的进化，这个孩子越来越长大，越来越脱离了我们人类对他的一个束缚，他可以自己学习了。他网上有这么多的数据啊，这么多的知识，他不断的在网上能够找到很多的图片来作为他的一个输入的一个知识。那么我们就是选择神经网络啊。所以呢，在后来这个大数据啊，我们网上的语料、网上的图片都是它一个很好的一个饲料吧，可以说啊，我们让这个知识的话不断的给它养分啊，它不断的学习啊。那我们计算的发展解决了2个问题啊，一个是海量数据可获取性啊，一个复杂模型的可计算性。那知识的瓶颈，我们刚才说它就可以用我们的知识就通过数据来获得啊，强大的计算能力加速了知识发现的过程。我们人工智能进入了一个大数据的时代，它指导了人工智能这个机器，它进行语义理解、图片修复、围棋的博弈和大语言模型 GPT 啊，大家现在都用的很好啊。好，那刚才讲的这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的一个脉络。我们说人工智能研究它是有几个学派啊，它一个是符号主义，它是将我们的智能理解为它的一个决策树啊、规则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行为主义呢，它就是来自对环境世界的场景、感知器的信号转化以及机器人和环境的一个交互啊，包括遗传算法呀，包括现在的强化学习啊。那连接主义就是我们说大量简单的神经元通过复杂连接后并行运算的一个结果，就是现在的这个神经网络。可以看到啊，我们在连接主义中啊，主要的是智能语音、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啊，在解决这类的问题啊。当然，我们现在这些全用了深度学习的方法。以前老师们开会啊，都觉得这个老师是做图像的，这个老师是做自然语言处理的啊，这个老师是做这个语音的，大家都开不同的会啊。图像的都 CAPR 啊，语音的 iCASP 啊等等啊。那我们现在你去看这些顶会的话，你各个方向的老师都在一起，因为大家最后回到了初中研究的方法，全是用这些神经网络的，对吧？深度学习的一个算法来解决，只不过他学习到的是语音的模式，或者是视觉的模式啊。归根结底，它的底层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啊。
那么我们符号主义呢，现在也有很多就是研究，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启发式算法到专家系统到知识工程、知识图谱啊，这是符号主义。那行为主义的话，就是我们原来的控制论啊，包括这个 Robert 啊，它是以及现在的强化学习技术都是在这个行为主义。那回到一个初衷啊，为什么我们说机器人就像人，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啊？我们从小到大啊，当小的时候，父母告诉你，孩子呀要多读书啊，一定要读万卷书，所以我们从小就不停地在学习啊。等我们上了大学以后啊，你的父母把你送到家门口，孩子，你要多行万里路啊，可以不用光从书本中学习，要从环境中、从人类交互中来学习啊。那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你上了大学以后，你光书本上的知识肯定是不够的，对吧？你现在的话，你要成一个完整的人的话，必须要小时候读了万卷书，长大了行了万里路，你才能成为一个梯形的这样的一个人才。那我们这个计算机的这个人工智能也一样的道理，在我们前期的阶段一直在给它在学习，就是深度学习，都是要靠大数据，对吧？不断的这些给它数据，让它学习，数据学习，它就一直在这个大数据中来不断的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在行为主义呢，就是我们现在你看所有的大模型出来了以后，要给它调试的。那这种调试的话，我们都用了强化学习的技术来给它进行反馈，你这个生成的好不好啊？对不对啊？是否符合我们的这个需求啊？那这种强化学习就相当于你不断的出现各种各样的态势以后，它在不断跟你一个纠错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发展都是叫符号主义、行为主义，或者是我们说连接主义，最后都到了一个像人类大脑一样的类脑的智能啊。这是我们说叫，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机器也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像人一样的变成一个非常聪慧、敏捷的这样一个robot。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分析智能，为什么把它叫分析智能？因为它还是基于这些数据啊。我们第一波是用了符号智能，叫规则驱动啊，但是它无法感知周围的世界啊。第二波呢叫感知智能，刚才的我们给了很多的小猫小狗以后，这个图片它学会了认识啊，就跟我们孩子一样，他一睁眼睛，你天天在他面前晃，叫妈妈叫爸爸啊，慢慢他就认识了你是妈妈，你是爸爸，对吧？他就属于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一个看着这个学习的，看着这个视觉来了解我们的这个在大脑中形成我们的一个认知啊。那第三波呢，我们说认知智能就是强化学习阶段，我们把这个统筹为整个的第一趴叫分析智能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分析智能啊，后续现在开始整个慢慢的进入我们大模型大模型和自然语言处理 GPT、Sora 等等，让计算机能够开始跟人进行对话啊。好，那在2024年的春节前后大家都不淡定了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张图像生成出来。这张图像的话是告诉这个计算机我们说计算机，你告诉它有个时尚的女性走在东京的街头，周围是温暖闪亮的霓虹灯和活力四射的城市标识这个女性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一条长长的红色的连衣裙还搭配黑色靴子并背着一个黑色的手提包，戴着墨镜，涂着口红步履自信，悠然自得地走在街道潮湿的反光的这个街道上，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灯光效果那后面还有许多人在街上走动。你看这个计算机学的好不好？它给你生成出来了这样的一段视频那这个是完完全全是你跟它根据你输入的这些指令，它在给你生出了这样的一个视频所以呢，这是我们计算机，它不光是学会了知识，它也懂得了用以前的知识进行创造出一段新的内容可以看到这里头的这个分镜效果都是非常的好，对光影的反射、运动的处理、镜头的移动都处理得非常逼真，像真实世界里发展的一样。那这个就是我们走入了
生成智能的一个时代啊。因为这个里头视频比较长，所以我都给它切换成3个。那这个就是生成智能。什么是生成智能？我们叫AIGC 啊，它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内容，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啊。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 ，AIGC 在各行各业都大放异彩啊。那么我们最突出的是2022年12月啊，在克拉拉多举行的一个叫艺术家的一个竞赛中啊，突然这张图片啊得了这个冠军啊1等奖。但是呢，我们其实这张图片的参赛人他没有任何的绘画基础，你看这张画的话，感觉非常有一个意境啊，它叫太空歌剧院啊。那这个歌剧院其实它是用了 Midjourney 啊这样的一个工具，人工智能工具来进行创造。那从那以后呢，大家突然发现啊，人工智能像打开了一个魔方的盒子啊，人们开始突破了这个人类，就是原来我们都想只有人类才能够创造啊，那现在呢，计算机它也能够似乎会创造了啊，占领了我们的这个地盘啊。那么这个 AIGC 的话，它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从神经网络啊这样的一个卷积神经网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发展为叫抛弃了，可以说是在那个延续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基于人的注意力机制的 transformer 架构。因为我们人看各不同样的东西，我们不会说每一样都能记住啊，不会面面俱到，我们可能只是抓住了哪些，突然哪些能记住关键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也是人类认知的一个过程啊。那它的就是说，我们设计一种不会被数据限制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那它也进行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啊，这个 OpenAI 它提出了几大模型啊，一个是 GPT 系列，它就是文生啊，这个它是对话的一个模型啊。那么后来呢，它也 GPT-4 是加入了文字生成图片，但它基本上基于这个对话的一个处理啊。那么达利系列的话是通过这个对话来生成相应的一个图片的一个过程啊，文生图。那么我们国内呢，也开始大量的在这个大模型上开始发力啊，包括文心一言啊、腾讯混言啊等等，通义千问啊，都是非常国内的还是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那这个大模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AIGC 主要的完成的任务啊，就是文生文本啊，以及生成图像、生成视频、生成3D、生成数字人啊。语言生成模型的话，它是通过训练数据学习语言的统计规律啊，但没有特定的任务指向啊。对话调整模型在通用语言模型基础上啊，通过对话的训练，能够使其能够跟人交互啊。那么文生图呢，就是通过指定的文本输入来对图像的风格和内容进行个性化的定制，包括我让生成漫画风、超写实主义和新城域风格以及梵高风格，它都能够给我们生成相应的啊。当然不能给专家看啊，但我们这样平常看是觉得还是能够还是不错的哈，梵高的你不能达到这种绝对的这个专家的这种意识。那我们评价包括多样性、合理性、语义一致性。那视频生成的话，就 Video Character 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话，它引入了一个轻量级的一个视频扩散的模型啊，利用低维的3维潜在空间，在有限的资源下显著优于以前的像素空间这个视频扩散的这样的模型。可以看到，这些全都是计算机来生成的啊，告诉他一个小女孩，一下的小女孩，一个马在什么样的背景上，黄昏的这个背景下，这个是在太空中跑的这样宇航员在奔跑啊。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个这样一个火柴人，直接能够生成相应的你描绘出来的语言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一个形象啊。漫威的风格，我们说在一个
戴着帽子的男士在打太极啊等等，都可以根据我们的要求来进行输出。我们实验室出来了一系列的，就是 follow 这个系列，follow your pose follow your 这个还有魔法棒啊等等。那这是相应的一个场景啊。时间关系，我就不再给它拖拽了啊。那我们在这个姿势的这样的一个生成以后呢，这个视频的生成，我们还可以进行人脸的这样的一个换脸的一个工作啊。那这个是我们在2022年的一个工作啊。我们可以给它一个相应的这个女士的一个口型的话，来引导这个男士的嘴型的动作。右边的话可以看到，在2022年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当时生成出来的很多里头是没有牙齿的啊。我们2022年已经把那个牙齿弄得非常的逼真啊。这是驱动是左边的啊，右边的它是左边这个驱动的动作，用右边的人脸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整个我们也可以做叫换脸吧啊。那现在也有一些很多就音频我们可以生成一些流行音曲。你可以告诉他我要生成流行的旋律动听的具有打击乐的一个欢快曲子，适合沙滩或者我们生成这个宏伟的管弦乐编排以及我们生成这个钢琴和大提琴演奏的悲伤室内的音乐二重奏，都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来进行生成这个是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这个旋律可以加一些偏移，比如说我们让它带有电吉他和铜鼓有一些合成器的一个电音等等好，那是在音频的生成。我们说只有2D 似乎不够，因为大家那个叫2024年左右吧，大家都在提这个元宇宙那我们看这个2D 的话，肯定是进入不了元宇宙。那我们要戴着这个头盔，是否能够感觉到沉浸式的效果？所以大家一直在研究如何让计算机能够生成3维的一些图像那我们这个 Dreamfusion 是可以借助我们2D 的 Text to Image 的这样一个 Diffusion Model， 实现了我们告诉它 Text to 3D 的这样一个生成那么我们这个模型的话，它不需要训练3D 也不需要修改它的一个 model， 只是我们用这个2D 的这个模型作为它的一个鲜艳的一个知识这是通过一个2D， 以前大量的2D 它学到了它应该背景左右和它的一个各个角度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那这是我们实验室在这个数字人里头这个领域中也做了相应的工作，包括局部的生成3维人体，包括人体的重建、姿态的估计人体的动作生成和交互的生成，整个的一个趋势。那数字人的生成的话 ，Text to Avanta 就是我们通过一段文字来生成相应的它的一个 Avanta 就是这个3D 模型了一般是我们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个我们看电影的话阿凡达都是这个3D 的一个效果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个女孩穿的这个白色 T 恤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白色 T 恤这样的一个牛仔穿这样的鞋，能够很清晰的生成出来它的一个各个角度的一个信息。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发表在2024年的 iCast 上通过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数字资产，可以让它在电商领域能够实现数字人来进行它的一个换装那我们也研究了一些是手势生成。那传统的手势的话，它缺乏一个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缺乏活力。这个右边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声音的话，怎么没有声音？能够生成多样化的一个手势，能够手势姿势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人
那这个的话就可以在电影动画、游戏领域具有很多的一个前景我们可以让它根据你的一个场景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动作的一个姿势的一个生成那么我们这个是它的一个效果Emotion is one kind of the basic things that makes us human, and anger is one of those kinds. I normally get angry when a speedy, rash driving vehicle crosses me on the road, or someone with a high-pitched, modified exhaust system drives by. 可以看到，它这个手势生成的话，就是根据它这个语言的舒缓度来进行它的一个节拍的一个生成。那么这个就相当于 Emotion is one kind of the basic things that makes us human, and anger is one of those kinds. I normally get angry when a speedy 就是根据它的一个生成的一个效果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title gesture 变成一个演讲的一个模式。那刚才可以看到，我根据它的一个情感根据它的语音、它的手势的姿势不一样的。那我们将来就不用我在这来讲课了，就在一个数字，可能我说出来一段话的话，它就自动的能够生成比我可能还要精准的这样的一个节拍这样的一个姿势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应用在了这个相应的一个。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我想与大家分享这就是刚才用的我们那个开图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起点。以后是不是可以他来进行讲课，他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播报都可以重新出发，用微笑迎接每一个挑战。好，那这个只是它的一个播音的一个效果和讲课的一个效果。我们也可以看看是不是能够生成一个音乐。我们把这个扩散网络生成的它这个比较高这样的一个表情，其头和肩以及它的一个实现表情和肩身体部位的这样一个联动的一个控制好，那我们刚才的这个生成的话，可以看到还是一个2D 的，对吧？刚才我们这个语音的播报和这个唱歌都是一个2D 的一个效果。我们还是在想探讨现在的话，音乐驱动2D 是可以实现的。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些应用音乐驱动Manta， 就是3D 的数字人的这样一个工作当然，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尼伟达他们当时做过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工作这是他们生成的一个舞蹈这是尼伟达的一个他生成的一个舞蹈。然后我们看看他的舞蹈的话，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工作，因为毕竟现在就是所有的当时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舞蹈，全是这种嘻哈的、爵士的，全是因为它是数据集都是国外的他们都是一个国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集来驱动的这样的一个舞蹈的生成。那我们在想，我们因为那时候元宇宙的话，很多不是要在文旅在城市宣传里要做一些工作嘛？那我们不可能这个城市来一个嘻哈的舞蹈来做宣传。我们想想，我们要建一个具有能够自己民族风格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来驱动它的舞蹈的生成。因为你给它我们一个这个神韵这个或这样的一个敦煌它跳不出来但我们要想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数据的一个采集让。当然，我们的采集的话都是这个学生，这是我们的这个路线这是学生的这个舞蹈队采集了。看着有点丑因为我们是中科的学生，我们这些队伍里没有一个文科的都是中科的学生在做的这个这就是国外的音乐这是我们自己的了这个是刚才我们说尼伟达他们的跳不出来这样的舞蹈这是新疆的维吾尔族的舞蹈当然如果有美术的话，可能形象会更漂亮一点好，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采集的这样数字人的某一些片段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工作呢？就是我们在这样 FunDance 的这样的一个舞蹈数据集的基础上啊，我们生成了一段非常就是可以根据一段音乐的话完整一气呵成的完整的这样的舞蹈啊。那这个可以在编舞中，我看那个我们现在还在跟那个上海电影学院的舞蹈学院在合作啊，他们说因为他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压力啊，因为他编了很多舞的话，要耗费大量的这个人力和物力来不断的看啊，才能知道它的效果。他说是不是你能够拿音乐根据这个音乐来生成一段我不是必须要用你的，但是你给我一个借鉴，看出这个音乐能够生成什么样的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舞蹈啊，就相当于来给他激发一些更多的灵感，让他做一些整个的一个舞蹈的那我们这个系列的话，后来也在不断的跟进啊，它可以就是生成4分钟3到4分钟也发在了这个去年的他们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人工智能的一个顶刊上可以看到这个完全是我们自己民族文化风格的舞蹈那我们这个它鲁棒性更强，也稳定性更好参模也非常少能在这上发表的话，也就是说就是国家也是国际顶尖的了，可以算好。那么这些舞蹈的生成的话，我们也可以在3D 里头建一些基于物理的人体动作的一个修复我们有一些视频的话，采集的它可能不是那么清晰我们可以通过视频捕捉到的，对它进行一个多样化的人体动作的物理真实化的一个优化的过程这是发表在 ICCV 2025上。它改善了现在的单目视频动作捕捉算法中的它的一个质量的问题解决了抖动、穿模等这样的一个滑步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是 Test of Motion 的第2个版本可以看到我们说这个让这个人进行优雅的跳舞那业界的话，这左3个蓝色的是别人的算法跳到一段时间的话，他们已经跳不下去了。那我们呢可以一直是常识的这是让他在进行游泳右边这个是我们的我们的工作，他是在游泳。你看这边的话，这有几个人已经不再游了数字人已经不再游了那中间呢，这个是我们的要做一个人体向上的动作所以我们都可以非常好的来实现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好，那这个是我们说在进行它的一个对齐的一个工作把这视频这个采集下来，直接放我们的这块时间关系不讲了。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都是在数字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中。那我们其实，在数字人你要进到元宇宙也好，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空间中，要这个数字人能够体会它的一个空间感，能够跟它空间的交互。可以看到，这有很大的一个概括为什么呢？这个你看这个人在走，他走到墙上去了所以这个人在走，他走到楼梯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字人的话，它这个物理这个交互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来做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何把这样的把物理仿真的环境给它建立在这个数字人这个虚拟世界中避免让它穿模或者是我们让它做一些物理的一个约束能够让它通过大量的训练来解决它的相应的一个物理反应。那么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初衷的话，解决了叫我们 model base 的这些加入了强化学习的技术就是他说错了，我们惩罚强化学习来让它能够在整个的场景中做的更加的一个逼真我们把它叫 Control VAE 模型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 C+2 被收录的它也是在能够解决我们常识的不同阶段的我们数字人的跟人交互跟这个环境交互的一个过程物理仿真的情景这是我们可以让数字人，比如说你走到
哪个沙发上啊坐下来啊，那么或者是说你在这个沙发上，我们还有一段视频，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沙发上坐下来，翘上2条腿，它马上就按照我们人类的这个命令来执行相应的一个工作啊。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这是现在最先进的啊，这不是我们的。啊，这个是我们可以模仿啊，就是根据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来让数字人来模仿他这个打tennis 这样的一个网球的一个过程。我们通过这个角色能够还原进行多回合的击球啊，比较高逼真的还原人类打球的风格啊，对这个网球拍啊、物理建模比较细致的一个它的一个复现和建模啊。那这个是我们做的数字人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啊，它的一个投篮在一个篮球环境下进行相应的一个投篮的过程，可以看到我们在不断的从单纯的这样一个数字人到我们让数字人理解空间的世界，让它具有空间感知、物理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感知的功能。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就现在我们现在很多的叫具身啊，具身的话，大家都提到这个李飞飞这个世界模型，他就说让这个机器能够感知周围的世界，它能够知道我抓取的力度啊，能够知道我往哪个方向走啊，这是我们整个研究的一个脉络啊。那我们在数字人领域中的话，把所有的工作集中在一起啊，在去年拿到了这个日内瓦发明的一个金奖。This includes 3 steps: generate, drive, and interact. 4 digital human generation rates. 这是 Propose a method for 人脸 optimizing 3D human models 驱动 using 2D priors, which can generate high-quality 3D human heads from a single image. We also propose a method to generate 3D clothed humans from a single image by combining implicit functions with parametric body models.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e-trained 时 diffusion, 间关系，你就往前拖吧。satisfactory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reconstructing 3-dimensional humans from a single image. In addition, we can directly generate 3D digital human models based on text descriptions. We have decoupled different attributes of the human body and achieved flexible and controllable modeling of gender and clothing. For motion generation methods, we can produce 2D motions and videos, enabling controllable video generation guided by specific motions. We collected the lion pose dataset and trained a diffusion-based controllable video generation framework. For 3D motion, we have developed a 3D human motion capture system capable of capturing the movements of 1 or 2 individuals and storing the data in BVH and SMPL formats. We propose a method to learn 3D human motion knowledge directly from the massive internet 2D video data to achieve text-driven digital human motion. For generating appropriate expressions and gestures based on speech, we propose a method that extracts text, emotion, and identity information from speech, using multimodal data to improve digital human motions. Are people helping stones at dogs, watching them yelp? 太多了，给它拖回来。Digital humans are entering our world, making communication more vivid and immediate, and more immersive. 这个比较长，我就不拖转了啊，因为它不光是在里头呈现的，还有单人舞，还有双人舞啊。双人舞的话，为啥要研究双人舞？它就是交互啊，就人和机器将来能够数字人也能够进行相应的一个交互。那这个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工科的学生有一个学生找到我说，李老师我其实原来挺想学文科的，在中学的时候后来呢，我爸爸非得让我学工科，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非得报工科吧，就是让他学了这个电子信息那电子信息的话，他还是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艺术梦，那他就想我能不能用这个我们这个算法来还原他这个艺术梦，所以呢，刚才就把我们的就是刚才生成常识辅导用到了这样一个视频中对，就根据这个音乐，它进行相应的一个辅导和跳舞。
是以前的了，这是23年的一个工作了啊。那回到现实中来啊，我们刚才讲的一直是虚拟的啊，数字人，包括数字人的生成，2D 啊、3D 啊，到数字人跟环境的交互，数字人跟数字人的交互啊。那我们所有的这些交互呢，其实还是有一个痛点啊，它缺乏对物理世界的一个直接的体验啊，无法理解这种重力啊、摩擦以及这样的一个物理的规则啊，难以完成现实环境中的这种操作任务啊。对物体的材质啊、形状的感知啊，它仅停留在符号的方面啊，它无法转化为一个实际动作，缺乏实质的反馈，那么无法对动态变化的一个实时场景做出相应的一个快速的变化。那这就是我们想，是不是我们开始能够回到现实中来啊，把这个数字人转化成我们现在的robot 啊机器人，进行了相应的一个探讨。因为我们知道啊，现在所有的大家啊在做的一件事，也是特别火的一件事啊，就是咱们机器人。我们刚才是把这个生成啊，把这个生成能力赋予了计算机啊，叫生成智能。那我们现在要解决物理智能，就是把这些智能是不是能够给它嵌入到实体中啊？那就是我们一直在想，其实人类对这个机器人的探讨也是经久未衰，它是从6、7年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研究啊。那大家知道 robot 它这个含义是什么？就是机器人哈啊，它捷克语其实就是为我们人类服务的一个仆人啊，所以我们造这个词的话，就是想让它来帮我们忙啊，把一些脏活呀、重活呀能交给它来做啊。但其实我们说人工智能的发展的快啊，现在大家知道，它脏活重活做的没我们好，它写诗作画比我们好啊，它这个感觉这个发展的话超出了咱们的预期啊。为什么它写诗作画做的那么好，反而它这个扫地啊、做饭呢，反而不像人类这么好？为什么？学得更快。还有什么？现在 CPU 太差了。CPU 啊，还有什么 ？GPU 太差了。刚才有位同学说数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确实是我们的痛点。所有的现在的具身智能的公司，大家在拼什么？都在不断的这个采数据。对，采数据，但是他现在这个采数据，他都藏着掖着，谁也不给另外一个公司看，对吧？那这样的话，就我们这个具身的话，我们本身人工智能的学习就需要在大量的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模仿、进行训练，才能让它更加的聪明。这样的话就限制了咱们整个的具身的一个发展。你想，为什么他学的写诗作画很好？网上这么多的图片啊，网上这么多的书，网上这么多的诗词啊，那让他天天这么学，他自动的学，他不是说我们人类强迫他学，他可以啊，直接在我们给他的数据集以后，他就不断的生成啊，根据你的意境，它能够生成相应的诗词话剧；根据你的指令，它能生成优美的图画啊；根据你的这个想法，它能给你生成一段非常美丽的动人的这样一个视频的意境啊。所以呢，它有着大量的数据进行学习。在我们具身这个领域，它最大的一个痛点是数据啊。我们人不可能天天教他干各种各样的脏活累活，你天天的只告诉他怎么做，有告诉功夫，我觉得人类自己做了。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缺乏这样的一个数据啊。从6、7年的早稻田大学在做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啊，到我们这个阿西莫夫啊，他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太空机器人啊。到2013年的波士顿动力啊，它能够完成小步快跑、3级跳等，大家都看到啊。以及我们后来2022年这大语言模型加入以后啊，我们生成了国内很多公司也开始在迭代啊，小米啊、富力啊做的也还是不错啊。包括这个特斯拉现在做机器人做得很好，他说要把这个进入量产。刚才哪位朋友跟我说，觉得好像人家都已经量产了。那
那这个机器人的话，它的理论呢是来自于我们原来的传统的控制啊，以及 PID 控制做它的一个运动的规划啊，以及这个运动的这个指令的，然后运动规划和模型的一个预测控制。那现在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强化学习，因为刚才我们说强化学习是来自于这个行为主义的一个范畴啊，而且确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回到现在的一个现实问题啊，那我们说可以把这个虚拟的这个算法放在实体中。现在最典型的成功的一个例子是咱们无人驾驶，对吧？其实无人驾驶它这个数据集就很多啊，可以让大家这个训练，但是我们人类的跟这个比如说它交互的数据集远远低于这个无人驾驶它采集的这样一个数据啊。那到我们大模型时代，一到具身啊。那我们的典型应用啊，包括这个第一 Transformer 架构的这个 Google AI， 以及我们的任务调度分解啊，以及我们这个帕利 E， 它是能够进行多模态大模型的生成、具身回答和规划啊。那主要后续的话，我们希望它能够用到医疗的康复、生活的起居。当然，现在可能用的最多的是演艺的表演跳舞啊，物流仓储和农业生产和工业制造啊。那有位同学说，现在这个具身是不是泡沫啊？那我也不好说，因为我觉得虽然它是泡沫，但是这个研究不能停止，对吧？因为国外的话，它在大量的在进行相关的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不研究，那有一天别人会拿着机器人跟我们打起来了，我们打不过，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能够有一些技术的一个储备啊。那可以看到，这个波士顿动力啊，它经过40年的发展啊，它已经能够具备了对环境的感知辨识，并做出一些自发反应的能力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机器人啊，它的动作都是没问题啊，下半身很强，能走能跑，但是呢，它还是在手眼协调方面啊有很多的可以改进的地方啊。我们现在也让机器人可以理解环境并进行简单的操作。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网上很多觉得很炫的视频，它都是多少次的一个失败给你拿出它成功的这个视频发在网上的啊，非常的难做到这样的一个手眼联动啊。那这是这个小脑模型语数的这个越野跑啊，那这个大脑模型银河通用，它可以抓一些物体。这个是机器人的话是可以进行在车的一个理线呀这些相应的活动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可以让它更进一步啊？我们信息处理从认知方面已经做了相当很好的一个工作啊，生成任务的一个通用模型，能够把这个一段文字生成相应的它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效果。如何让我们的机器能够面向物理交互，形成它的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反馈？那这里的话，我想可能会需要3个啊，那一个要定位，一个要通讯，一个计算感觉控一体的这样一个模型。我们知道机器人为啥很难用起来？因为它的反馈要毫秒级的，对吧？这么快的反馈才能让你觉得它能用。你要慢一点，你根本就不想用它。你觉得这个不光是帮忙，这就是给它捣乱了，有可能哈。那我们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是否要整个建立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能力的一个研发啊，包括通导一体的模组，包括感觉控一体的具身模型，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传感器啊、执行器相应的一个它的一个快速的迭代，能够完成我们机器的协同感知的定位、协同的规划和协同的操作啊。所以呢，我们说具身智能一定是它的一个人工智能加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体啊。原来我们讲的这个机器人看到了很多，包括这个网上有很多视频。那我们这个机器人要考虑它是否具身，它是否能够像人类大脑一样能够理解周围的一个世界啊，能够按你的指令做出非常精准的动作，
以及它能够在复杂环境下能够做出快速的反应和决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所以虽然大家现在都在卷这个巨森啊，也很多的这个风口啊，今天这个投了这么多钱，明天这个公司又融了这么多钱，但是真的是有很多的壁垒需要我们。可能就在座的各位都要一起来推动这个具身领域的发展啊。那我们这个技术的话，包括我们算法要从单模态、单模型、单任务，一定要过渡到我们大模型的多任务啊。那我们促进我们传统机器人向人形机器人的转变啊。我们现在可以说现在还是在 L3 到 L4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我们有很多要构建场景和这个模型，从原来的这个我们把它原来的这个传统机器人叫 1.0 时代啊，叫单模型单任务。我们具身的模型一定是有能够完成多任务的大模型的这样一个指令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一个任务啊。那么具身呢，它现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人工智能要算法、算力和数据啊，这是数字的一个这个三驾马车，人工智能实现的三驾马车。那我们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同样需要这三驾马车啊，具身算法、数据和算力。那算法的话，我们要有感觉分离到感觉控一体，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是否能实现毫秒级的这样一个响应啊。那么我们原来的感觉分离都是相应的啊，比如说我们 computer vision 计算机视觉有这样的一个模型啊，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算法啊。那么我们这个自然语言处理啊，包括我们的强化学习，他们都是在自己的领域进行相应的不断的一个迭代。那我们在 VLA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中，我们是否能够把这些所有的算法像模组模块似的，能够集成在我们具身的这样的一个robot 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啊？那么要求我们具身的话，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些基础能力啊，比如视觉模型提供我们机器人的感知的能力啊。那这些的话，我们有了很好的研究基础已经啊，包括15年图像识别，17年的这个 CNET 提升图像的一个更加提升了它识别的精度啊，包括VIT 加入 Transformer 架构，以及 SIM 2023形成了一个通用图像的一个分割，都是不断的在加速迭代，让计算机具有更加精准的感知能力啊。Meta 也提出了一个图像分割的模型，它是这样的一个 SIM 标志的计算机视觉进入了一个通用基础的模型时代。第二呢，我们要有具身要具有语言模型帮助它语言指令的理解的能力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GRU 侧重时序的建模，Transformer 依赖于长程的依赖，长序的这样的一个依赖啊。2019年的这个BERT 强化语义的一个表征啊。那么 CLIP 是推动我们整个的对齐和跨模态的一个任务啊。那 GPT 优化对话生成啊。Llama 是推动了跨模态整个它的一个相应的技术，这些都是在迭代的技术，希望他们能够在具身里不断的在加速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科研的研究以前都是大家都在跟踪这个算法，找算法的一个落地啊。那为什么我说现在的话，我们也特别愿意跟各位交流？我们希望就是把你们的需求提出来啊，让我们的这个算法能够解决实际的需求，可能会让它迭代的更加的好，更加的完善啊。原来都是我们找的我们人工智能算法很好啊，我到处赋能，就是拿着榔头找钉子啊。那现在的话，我希望你们有了实际的场景，反推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和迭代，让它更加能够在领域中用起来啊。也希望在座给我们不断的一个批评和指导啊。那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基础能力啊，语言模型帮助了语言理解指令的一个理解啊。基础能力3就是视觉语言跨模态的一个对齐啊，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多模态的一个指令的一个训练啊。那 Microsoft 提出的一个视觉指令的微调啊，它是开源的一个语言视觉大模型，它将视觉的编码与大语言模型进行连接啊，实现图文交互的通用智能助手。
那我们这个拉 1.5 的这个预训量和这个训练量，它是目前比其他几个模型都压的小，因为不是模型越大越好哈，因为毕竟这个模型太大的话需要这么多年算力，但是它在6个数据集上的一个效果达到了最优啊，所以也可以让它快速的应用起来啊。那我们基础能力的4是强化学习赋能动作的执行啊，我们 DQN 它可以优化我们计算机的优化的一个动作的策略。AlphaGo 是可以是 DQ 那个典型的应用啊。那我们这个 PPO 它优化一个动作的指令的它的一个学习策略。我们这个 Decision Transformer 啊，它是研究基于历史轨迹这样的一个过程来生成相应的一个动作啊，生成机器人的动作。那 TT 的话，它是叫 Trajectory Transformer， 它是基于我们的这个整个轨迹来预测未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序列啊。这些算法的话，让机器啊，让机器人啊，更加的动作的一个我们的精髓和我们的我们觉得它可信吧啊。那强化学习赋能动作执行的话，它原来做的比较好的是数字空间的一个智能决策，刚才已经介绍啊。它在这个 AlphaGo 里头，在我们这个DeepMind 它现在提出来一个深度 Q 网络啊，结合深度学习和 Q， 它能够通过经验回放和目标网络的一个稳定训练，在工业自动化里的一个机械臂中啊，它能够根据视觉的输入来进行实时调整，抓取未知啊。那这个应用扩展的话，我们讲到了 DeepMind 提出的 AlphaGo， 它融合了刚才介绍融合了 DQN 和蒙特卡洛斯搜索，通过自我博弈的一个进化，我们在围棋决策中击败这个李世石。那我们更多的需要它能够赋予咱们计算机，赋予这个机器人它能够自我决策的能力啊。我们包括现在看到的咱们表演了这么多的这个机器人跳舞也好啊，这个他们都是有很多都是固化的算法在里头，它并不是根据我实时碰到的不同的场景来做出来的相应的决策啊。那我们希望这个具身的话，它一定是能够具有在特定复杂任务下，它能够具有自我决策能力的，这样的才能叫做真正的具身智能，它有理解空间啊。那强化学习能够给它赋予